冷军就像是一种还愿的象征物，它还了中华民族一个写实的梦想。12, 11, 10, 9, 8, 7, 6, 5.嘿呦 ，Welcome to 朋友们，这是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好，来，今天流量大户，今天要讲一个，其实我蛮不想聊，但是因为流量，对，嘉兴因为留言区真的很多嘛，各位知道吗？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妈，我不管讲什么，都有人下面问冷军，比如说讲古典画法，然后下面都，博主可以评论一下冷军怎么样吗？然后我讲油画，下面也可以有；我讲素描，下面也可以有；我讲中国式素描，下面也可以有。他无处不在，好像个幽灵。的确，大家也很想要知道。我是觉得我对他的兴趣没有那么强，我也让自己 cheer up 一点。我今天特地换上了一张我觉得比冷军有趣很多的一张画，这是我们的 Painting Man 画的这一张画，有趣很多，然后刺激很多，也不无聊很多，我就把它放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但是在这之前，各位，我们要先进入残酷的业配时间。简单的说，我的画展要开始了，在3月14号的时候，我会在台中的卢考棚开幕，这档展览叫盛世之后。那来。嘉欣，我们现在聊今天这个让我有一点不情愿的话题吧。我还有一个不情愿的点，你知道是什么？是什么？就我曾经是军迷，我自己以前就是军迷啊。各位，我做节目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解救那个过去傻傻的自己，你知道吗？我怎么证明我是军迷？各位看下这本，来，各位看这本，这不是业配啊。这一本啊，冷军的画册限制自由。OK， 我大概是国中到高中的交界的时候爱上了这个画家，当时我还觉得他是画家。我记得现在很多那种中国博主很喜欢吹冷军，说就算是安格尔、维梅尔、卡拉瓦乔来，林布兰来都会崇拜冷军。我当时也是这个论调。这句话我跟你讲，找谁求证？找武丁木求证。那时候我就跟武丁木说，什么达文西垃圾、大卫垃圾，这些人都不如我们家阿军来的强。OK， 我当然真的说过这句话，你们可以去问他。然后这本画册多好玩，因为冷军早期根本在台湾没什么认识。那当时我是在网络上偷爬文，看到我靠，原来我所期待的那个写实竟然可以在这边实现。然后每次我到雅典书局的时候，我末尾都会很不死心的问一句：你们这边有冷军吗？问到最后，店员都知道谁是冷军了，就是靠我一个人问哦。你知道吗？就一直问，找不到，找不到问。但最后我讲命运弄人啦。我有这本画册是什么时候？是我从法国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冷军，可是我在这个书架前我就很纠结，我想说，以前是这么喜欢，现在是觉得真的是有够无聊。那怎么样呢？还是买一本吧。OK， 反正 anyways 就当做一个过往。但是我们今天要很严肃的去面对曾经的过往啦。那聊冷军的话，各位知道，我们频道聊画家哦。好的、坏的、令我们尴尬的，我们都还是要拿出我们的绘画智商来先理解他的画商到底有多高。可以说了，他完美符合第一画商的一半。为什么一半？第一画商要求画家要有模仿能力，因为模仿能力才是 input， 有了这个 input， 你才可以源源不绝的 output 你的新点子、新的作品嘛。这个 input 有分2项，一个就是要模仿自然，模仿你眼前看到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要模仿别的画家的绘画。你要具备这2种模仿能力，你的这个整个第一画商才完整完备。而冷军，他拥有了什么呢？他拥有了模仿自然的能力。你看，我们把绘画拆解成几个基本要素：涂色法、造型、构图跟色彩。冷军可以说在模仿自然的这4个要素非常到位。好，我们首先讲造型。冷军的画描得像不像？描得很像，对，要不然我也不会傻傻的崇拜他嘛。冷军的颜色有没有很好的去吸取对象物的颜色？有，反正很像，像到你知道他那个模特儿啊，就是你可以拿他的模特儿，像是这样一张，拿去给中医看，说，医师你看一下他的气色好不好？再来是涂色法，你看冷军画皮肤，画毛衣啊，这些细部的，比如甚至它上面的银饰啊，都画得非常好，而且近看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油画肌理的，有一点点涂色法，所以可以说在涂色法这方面没有问题。它构图来讲，其实冷军所需要的构图能力不用太多啦，因为毕竟他所涉及的对象不是那种很复杂，像鲁本斯那样的历史画啊，不是像大卫那样子要画那种拿破仑加冕，就是说这里面的构图倒不是一个很必要、很吃重的一个技能。但是总之，冷军的作品让你看着不烦，挺极简的，这个
构图能力我觉得算给过吧。但是，嘉欣，你发现我讲完了，我都在讲什么？我都在讲第一画上的前半部的能力，可是后面的所有的2、3、4都没有。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冷军其实根本没有在进行绘画创作，懂我意思吗？冷军的话根本没在创造东西。比如说我们讲毕卡索创造了很多新造型，梵谷创造了一种神奇的涂色法，波纳尔他创造了一种色组。那在这里面，其实冷军根本就没做到这些事情。那你怎么看他的画？我看他的画就是一种，你说行为艺术也好，这个男人太狠了，把自己跟照相机去比赛，或者这个男人太狠了，把自己的自我全部拔除，等等等。不管你说他是个高僧，还是说你说他是一个模仿相机的行为艺术家，都跟绘画没有关系啊。重点是冷军的绘画，他的目的是在绘画里面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有相机，到今天有 AI， 随时都可以制造出那种以假乱真的这种色情图片的这种算法。冷军那个东西可以说从100年前就没有意义，到现在更没有意义了。讲白了啦，你今天真的要给冷军一个成就，给他个桂冠，有方法，什么方法？把它变成这种体育竞赛，你知道吗？就来，大家来，眼前模特在那边，然后比谁时间单位内画的最像，把它当作体育竞赛的话，冷军就是可以得奖哦。还分有写生组、没写生组、油画组、非油画组。这个情况底下，如果各位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声浪，叫写实绘画独立，各办自己的比赛，然后完全觉得没有问题。可是今天你要把它拿来当绘画来讨论的话，那他就没有在讨论绘画这件事情啊。这是 Benefit 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人不是画家，我不太想做他这个画家，但是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期的节目啊，这样就结束了？你觉得时长不够，我们要撑时长是不是？对啊，我们要再多讲一点。那就多塞几个广告点给我吧 ，YouTube 这个老大。来，好，讲完了我现在对他的看法之后，我要讲一个其实大家都陌生的冷军。那至于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是最早的军迷呀，你懂我意思吗？那冷军的成长环境是什么呢？其实最早开始是从连环画起家，就他最早的绘画启蒙是看了连环画。那连环画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一种漫画。其实冷军一路以来学画历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单一，就是搞学院然后学院之后搞完然后就画得很写实，这样不是。其实冷军的成长过程当中，大学生时期正逢85新潮。什么是85新潮？就是一个中国49年以后到现在一个最为开放、人们最乐观、最充满朝气的一个潮流，这个叫85新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中国厉害的艺术家，多半都是从85新潮来的。有名的策展人像立宪庭黄永平徐冰这些人都是85的这种85一代。那冷军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冷军还有更好玩的事情是，他成长在武汉。在武汉呢，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理条件，当时那边办了一本杂志叫《美术思潮》。这个美术思潮其实是当时在85新潮之后，汇聚全中国南北各地先进美术意见跟思想的一本杂志。当时冷军参加了一个叫艺友画会的，这个画会里面走出一个非常有名的，我现在名字讲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哇，因为他以前是这个画会的，就是曾梵志，曾经跟马云一起合作一张画，然后卖个不知道几亿的那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曾梵志的画风，其实跟冷军是天南地北，可是不影响他们曾经有同样的过往，甚至在那个过往当中曾经有可能很接近的风格尝试。冷军自己他本身在他的访谈当中也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以前其实是有画过抽象画的。所以你知道那种在抽象画底下问说，你怎么看冷军？这其实还我自己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好笑，有关系啊。冷军还画过新表现主义的这种风格的画作。他现在自己讲他真正风格的转变的起因是始于88年的一次事件。1988年的时候，他曾经获邀成为一个比赛的评审，但要成为这个比赛的评审之前，他必须要先缴一张画来证明他是有足够绘画能力的。于是他就在画室晚上就开始在画要交给这个比赛的一个作品。当时画着画着，他就对于突然这种传统的刻画，突然就觉得福至心灵，获得启发。他获得这个启发之后呢，他就种下了他之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风格转变。但是他自己讲的啦，但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历史原因，是非常大潮流的历史原因。而我觉得把他这个尝试精神给砍掉的，其实来自于2枪。哪2枪？89大展的1枪。当时85的一代在那边办展览，那个时候的展览跟现在我们所想象的很不一样，它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灰暗或者是传统。那时候因为大家85新潮，大家都很想要求新求变。当时第一层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那边养虾，然后帮人家洗脚。那是真的当代艺术作品。对，他们真的是在做当代艺术作品。当时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枪进去，然后枪击了一幅画。那其实从那个枪响之后，如果你是当时的画家，你还在画画的话，你很明显就会发现，
我画再好都没有用突然间一个瞬间，什么拿枪去枪击画啊、卖虾啊，然后帮人家搓脚、洗脚啊，都比我来的更有声量。所以那个时候的画家曾经一度陷入一种忧郁，甚至很多人他最后就直接转做当代艺术。这个是其中一枪。那还有第二枪是什么？就是1989年6月10号天安门城楼下的那一枪。当然，那一枪只是一个说法，后面还有很多枪很多坦克。为什么那一枪可以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那一代的艺术家的心智都一下打垮了？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很多形象，并不如同我们知道的国民党那般那么样的暴力。动不动搞暗杀啊，从228机枪直接从基隆一路扫到高雄啊。刚开始的共产党给人的印象不是这样，刚开始的共产党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左派、有非常多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甚至像看毛泽东赞成各种独立嘛，台湾独立很好，蒙古独立很好，全部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独立民族的自觉去奋斗嘛，所以这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包括你看后面文革，它都是靠着革命的觉悟啊，而不是靠政府手上的枪炮。而8964是真的第一次，共产党中共它唤起了一副面孔，告诉你什么叫做学乖，什么叫做服软，什么叫做国家机器，什么叫做合法的暴力。而这件事情一发生，可以说一路以来，不管是855之后的新潮啊，还是当时一代人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突然之间在那声枪响之后全部归零。就我们现在看中国很多当代艺术，他们之所以继续做当代艺术，很多时候是因为这样做对他的个人处境跟个人利益是好的。但是在此前的85新潮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所有人都觉得要往更加进步、新潮、有趣的东西去做，那是一个大潮流。我们前面讲冷军的转变，他说是88年的这次评审，但是更大的原因是在那之后整个进步的价值崩坏了。所以可能这一块让冷军心中在85年拾起的一些信仰也跟着崩坏。其实冷军最早的作品啊，他当时是跟着全世界的一个潮流，叫做超写实。在超写实之前，其实更早出现的是照常写实，就那种画面会打格子啊，然后画得很写实的这种东西。可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是，超写实这个派别，乃至于照常写实这个派别，它当时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绘画派别，它是一个当代艺术派别。简单的说，因为各位作为一个绘画派别，你需要新风格，你需要新美学。可是照相写实他做的事情不就是还是画得很像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吗？所以其实当时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不仅是回应出现了相机、出现了电视这些新的影像资料，所以出现了照相写实等等等。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发展，就是布希亚。因为布希亚当时提的一个论点，他讲的是说，时至今日啊，真实跟虚构这种人造的这种假的东西，真的跟假的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了，甚至假的东西有时候比真的还更加深刻，比真的还更加有影响力，比真的更加真。他一反当时整个哲学界一直以来的这种柏拉图传统。你觉得柏拉图讲的，对，我们现在所处在这个世界是一种对于真理世界的一种模仿，我们只是真理世界的影子，而真理世界那才叫真正的真实世界。但艺术家是最糟糕的，因为你在模仿我的影子，你在模仿真理的模仿，所以你们是最糟糕的，你们败坏了那条真跟假之间的界限，所以你们要被赶出理想国。那从此你就会看到当时布希亚所讲的这套理论的反叛性，这种创新性。那也因为这一个哲学论点，所以超写实后来变得一个非常火红的当代艺术的一种派别。其实我们看冷军早期的作品，我们也不难发现，冷军早期他的很多点子是非常灵巧的。比如说他一张画这面又玩弄了一些构图，然后又放了一个非常有意象的东西。虽然在绘画上没什么建树，没什么意义，但是有没有在取材上借由绘画触碰到一点当代艺术，但同时是绘画这种巧妙，其实冷军是有掌握到的。虽然说从题材上是一堆静物，但是更准确的说，冷军的作品其实是一张用油画画出来的当代艺术的照片。比如说它很像是当代的复合媒材，它很像是当代的装置，比如画了一个引擎，然后引擎上面糊满泥巴、铁盒子，然后上面有桃子之类的，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一种东西，这里面都会觉得特别好玩。你的题材好玩，而这个题材好玩是因为
它还非常具有那个时代当代艺术的样貌跟特征，所以可以说冷军早期的作品是非常的有巧趣的。但是在此之后的冷军，他的情况就不如同前面那种鲜活的点子，他最后他反倒是摆出一种要返还绘画美好写实美德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再看他后面的画，你就会发现冷军他后面的创作变得不像以前那般灵巧，像你看他后面画那些什么小江啊、小罗啊这些女性肖像。好玩的事情是，那个时候画这种图哦，嘉欣有想过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好卖。那这种图可以说是一般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东西。这个传统其实从以前上海画那种美女月份牌，从明星花露水啊那种品牌上那种美女开始就一直有。那这种东西其实就在当时候的中国形成一股潮流，包括我们现在讲冷军，当然冷军不是这里面最出名的，比如王一东，那时候是画那个红棉袄啊，在雪地里面啊这样子。陈逸飞这种中国式美女红到美国去，藏地的那种小女生哦。艾轩，当时中国的风潮在整个进步思潮变得没有那么为主旋律的时候，很多人发现这是能来钱的，而来得很快。然后其实渐渐的这种画，它就变成是一种可以说我们讲老灯画吧，就是特别充满男性凝视的那种。甚至我敢这么说，他们当时的那种男性凝视的那种感觉啊，是历史之最。嘉欣应该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整个绘画史里面充满无数的男性凝视嘛。对，这我不否认。但是在这男性凝视当中啊，他们那个男性凝视是可以说是男性凝视之最。就是你会发现，像冷军到后面他画的这些女生，他仿佛把它在当静物在画，你知道吗？那好，这时候我们再把同样为男性凝视的作品拿出来，比如说奥林匹亚、戈雅那个裸体的马哈，对，这些也是男性凝视的作品。可是你会发现在冷军笔下，包括王一东笔下、陈逸飞底下，这些女性她被包装成是一个静物，然后她们很在乎刻画是那个肤质，等于说这种物化、这种男性凝视，在他们那种笔调底下被彰显得一览无遗。所以我在这边浅聊一下画女性这件事情画女性这件事情。O 不 OK， 可不可以？比如我们刚刚对比了这个马奈的奥林匹亚，奥林匹亚的女性其实她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挑逗。然后虽然也是男性凝视的作品，但是她还给人一种你看得出来那个人的画的那个个性。嘉欣，你懂我这意思吗？那个人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像静物一样摆在他面前的东西。可是这种老灯画，它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然后说真的，我并不觉得赚钱就画美女赚钱是一件道德上的污点，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啊，你赚钱就赚钱，但是它的确就跟所谓的艺术高度啊，这种绘画品味啊，其实就搭不上边。我觉得你要认清楚，我赚钱就赚钱，然后我要谈品味就谈品味，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那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冷军最后那个85光芒真的消散的一个契机。好，来嘉欣，你发现一件事情吗？我们刚刚花了前面的讲一些所谓大家比较不熟的冷军的这种事情，仿佛讲的是冷军他遇到的外部环境、外部历史，造就了他今天的选项。可是，其实我这边要指出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这是我们从意愿的角度去来解释冷军为什么不做绘画尝试，为什么不画点新东西。可是你知道，很少人用能力的角度去思考它。很多人会觉得冷军画成那样子，他什么能力没有？他什么能力都一定有。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讲冷军没有那个能力是什么。就讲到这个，我就来劲儿，我就突然觉得全身上很有力量。来，冷军他真正缺少的东西是什么？我今天就要来掰开揉碎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各位记得吗？我们刚刚又回到我们第一话章里面讲的，就是说冷军他有造型能力，可是冷军有一个东西不仅不具备，或者说就算具备了，他的能力也不高，就是造型意识。造型意识这个词非常重要，可以说造型意识是贯穿画商的底层逻辑的，就是不管1、2、3什么情况，造型意识都可以引领你更方便去做绘画研发。那当然啦，造型为什么这么重要？比如我们讲 logo， 你 logo 被告，其实多半都是因为你造型抄别人的，而不是色彩嘛。色彩不是这种专利嘛，是造型在里面真正起作用。所以你看光是造型这件事情就会造就画家的千差万别。你说它重要不重要？那我们讲到这一点之后，就要讲这造型能力讲完了，造型意识究竟是什么？我现在就来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比喻。各位知道吗？在我们刚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有一种行为叫描红，有个书法外红框，然后就把它描到这个里面，把它黑色填满。嘉欣做过这种事情吗？你觉得你会描红，对吧？你是书法家？
不算嘛，因为你知道你在干嘛，你其实只是本质上在抄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对于一个书法家想象是什么？各位观众，我们不是想象说，这是一个脑袋里有很多字形、很多字库，对于结字该如何结，然后笔法该怎么样去运作，然后这里面的这种疏密关系是什么，等等，都非常胸有成竹之后写出来的一个东西，这我们才叫一种书法家嘛。这代表什么？书法家跟描红的初学者，它中间最大的差异差在一个什么？就是主不主动这件事情。菜鸟是我只是在描它长什么样子，我就一五一十小心心的把它全部描下来，而后者是我很主动的开始去对这个造型进行一种安排。所以可以说，造型意识的第一步觉醒就在于其主动性的这种发掘。OK， 这样可以懂吗？好，那在聊造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从一些别的方法去考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端出来的能力是国画。为什么我们拿国画这件事情出来讲？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一件事情？通常在中国的国画系里面，他们的速写能力是高过其他科系的。因为国画它并没有很多的涂色法可以去遮蔽，像油画可以叠盖啊，素描很多笔啊，就跟印刷机一样啊。在没有这个的情况底下，这种造型的捕捉、生动的要求，就变成是国画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看一个人的国画跟看一个人速写，是可以很直接知道这个人的造型意识究竟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冷军的所画的国画，我们先用竹子为例，这是冷军的竹子，然后我们再看旁边的这些画，是中国历代以来很多画过竹子的人，这里面有齐白石、郑板桥，有金农。各位看到一件很直接的事情是什么？冷军的这个竹子啊，跟其他这些大师的竹子比起来，它仿佛只是一个黑灰白颜色跟照片的逻辑对接上，然后把这些黑灰白这些竹叶放在竹子本身该有竹叶的地方，然后就画完了。可是我们再看这张郑板桥的竹子，你会看到这个郑板桥里面的竹子，它对竹子本身竹竿的用笔跟竹子本身的用笔是非常有节奏感，甚至是有差异性的。那包括我们去跟白石老人的这个竹子去做对比，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个里面，其实白石老人的竹子当中，对于竹节啊，对于这个竹叶啊的了解程度，也比冷军高很多。我们刚刚前面讲了造型意识本质上它的决心点在于你知道要主动的去处理它，但是我们这边要讲造型意识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要怎么样用尽量少的笔触画出更为丰富的对象物，把对象物在自然当中那种丰富的样态给表达出来，这就是造型能力的一种价值观。而在这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冷军这里面是很贫乏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更加难的一个案例。这个为什么说难？是因为它不像竹子。竹子刚刚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冷军那个是从黑白照片来这种逻辑嘛。我们看一下，这是冷军的瞎子跟齐白石的瞎子。我们刚才前面讲，冷军描述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第一画上另外一个 part 就是他能不能很好的模仿另外一张画，模仿别的画家。各位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冷军在这里面的临摹啊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嘉信，这个虾前面这两片叫什么？你也不知道，就叫它嘴巴好不好？所以我们看虾嘴前面这两片我不知道是虚还是什么。这两片你可以对照齐白石跟冷军的这两张虾嘴，你就会发现齐白石那个虾嘴，在他点下去的时候，是他顾及了笔锋整个笔所塑造出来的形状、姿态，而冷军的那个虾嘴仿佛只是放了一笔很糙、很有速度感的笔刷在那里。白石老人那个虾嘴形色兼备，但冷军这个虾嘴其实只是点一点作为一种象征。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那个虾那个凹，你会看到白石老人的这个凹啊。哪边是细的，刚才也是细的，到了手肘处，笔锋稍微按压一下下去，这一个节奏感处理得非常好。而且这并不是白石老人随便撇出来的，你会看到白石老人其他虾凹其实也是这种运笔。可是你会发现冷军同样的虾凹，他其实并没有注重这里面这个小笔触当中的这些抑扬顿挫，很像是两根没有被意识到就随便画上去的两条线，很快速的，很潦草的。
我们再看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什么？虾背。白石老人在他这个虾上面转折的这个地方，他会来一笔重压，并且这个重压完之后，整个虾就转下去，变成一个很具有弹性的这种力量。而在冷军的这个虾的这里面，其实对于虾背的这个形态注重是不够在意的，而这个不够在意，甚至的确就是我们讲的一种随便，就那个虾啊，它那个身体啊，反正你可以往左边绕，你往右边绕，反正甚至画成一条蜈蚣也没有关系。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在右下角有一只虾，那个地方那种对于虾背的那种随便啊，你更是看得到。那反观整张画，你会看到虾须啊，在构图上的表现啊，疏密感啊，可以说白石老人经营的比冷军好上太多了。你这样子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冷军在绘画上，他的造型能力只有模仿自然手相，但是你说他今天真的去模仿另外一个画家的时候，他连哪边要注重哪边不要注重，其实都意识不到。所以其实光在第一画上的后半部就开始出现问题，临摹这一块他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很致命的问题。你可以在这种画当中看到冷军他是不知道这是个问题的。OK， 所以其实老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现代的素描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炮轰它，包括这种苏式的素描、光面素描等等等，就是它总让学习它的人满眼都是光和色，但是画久了的人，他心中却没有物与形，就是他心中没有一个根本性的了解，知道什么是虾，什么是竹子。这些东西它的特征是什么？它只有一连串的光影跟明暗，那它其实对于这个造型本身是没有根本了解的。其实讲到这边，一定有观众要说：杨丽，你刚刚前面讲的都是国画啊，冷军他的专长就不是国画啊。来，我们就来比他的素描。嘉欣觉得他这张素描画怎么样？就不跟别人的比较状态底下，就蛮标准的，很标准，对不对？标准的甚至像个学生。来，我们来跟别人对比一下。我相信这个对比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不管是所谓画师朋友啊，这个美术生啊，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玉红的，我们再看一下徐冰，我们再看一下刘晓东，我们再看一下刘毅，这个所谓的央美前3、央美前4的石膏像，你就会发现，其实冷军在这个石膏像对于大卫的体悟，只是一张所谓的黑白相片，他不停在处理光影、明暗、虚实。但是对于大卫本身的了解，也不如这几位画西画的人的了解嘛。同样一个题材，同样的一种媒材，然后他们画的差别，这个其实就是冷军在造型里面最大的问题。他对于对象是没有感受的，没有感知的，他只是知道怎么样把对的颜色跟对的明度放在对的地方而已。我们不管他的用法是什么古典画法、直接画法，但是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他作品当中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OK， 所以其实讲到这边啊，我们可以不难发现一件事情哦，冷军我们都说他造型描得很像，对，是描得很像，但是他造型意识好不好？不好。那造型意识一不好，造型意识偏偏又是绘画创作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冷军会能享受绘画创作的乐趣吗？如果他连他的瞎子跟白石老人的瞎子的这种差别档次都看不懂的话，那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讲，那就是只是我画瞎的时候就只是画快一点，如果是照常写实的话，就画细一点的差别而已嘛。所以可以这样讲哦，冷军不做其他的绘画尝试，到底是意愿还是能力？其实讲白了，到最后归根结底，跟能力问题绝对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感受不到这种快乐，感受不到这种快乐，他就无法获得绘画研发的意愿。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看到，到底是缺意愿还是缺能力？其实往往是缺能力。而且我这边多嘴一句啦，很多人哦，他没有办法感受到绘画的这种乐趣啊，往往跟鉴赏能力、对绘画理解能力有关系，但是他们却以为只是意愿跟道路上的差别。最近冷军画了一些新的小画，本质上这技法是来自路易曼斯跟希特的这种影像技法，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本质上还是种没有招的表现。那讲完这个东西啊，全部梳理完之后啊，我觉得接下来要谈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跟冷军本身其实没有那么有关系，那就是冷军现象。各位，冷军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艺术家。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冷军在中国互联网上面的表现，已经远超一位画家该有的影响力跟样貌。某种程度上，冷军在中国是被神化过的一个我们讲的写实皇帝。他不只是写实皇帝，他甚至扮演一种大国重器的这种感觉。当人们在炫耀冷军的时候，他仿佛在炫耀：你看，我们国家有这个最强的6代战斗机，我们国家有最强的航空母舰弹射。电磁弹射、电磁炮，
然后我们国家有盾构机什么什么，就他其实在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再你看我们国家多棒，冷军棒不棒，就他其实在把它当做一种大国重器、民族英雄，把它推出来，你懂吗？嘉欣，这不是一个画家或者是艺术家会有的一种感受。所以你看，我们到哪边都会遇到有人问，你觉得冷军怎么样？就是因为它实在太重要。那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冷军就像是一种还愿的象征物，它还了中华民族一个写实的梦想。这种写实的梦想是从康有为到这个陈独秀，一直到后面徐悲鸿，都觉得是我们中国100年积弱的原因就在于不科学。那科学的代表就是画，就是画的写实嘛。所以可以说，从那个时候，中国人就一直觉得，我自己的写实是没有画够的，这是一种100年来的饥渴。而今天，终于在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出了一个让祖国骄傲的花朵，而且是一朵写实的花朵，写实绘画花朵，就是冷军。那当然，某种程度上，像我们这种绘画独立、绘画学，我们用这种视野去看，这个很傻。就是说，当时很多东方人去到西方去学的时候，老师跟你说，你们的东西很好，为什么老师会说国画本来也很好？为什么很多法国人说你跟林风眠说你们本来这个东西就很棒啦，跟徐悲鸿说你们本来东西就很棒？原因是因为当时摄影术出来了，那西方人在想，那我的目标是，那我要了解什么是绘画，绘画当中的新可能性是什么？可是姗姗来迟的东方人来，他只在一昧的去弥补他自己的阴影，童年阴影，但他没有睁大眼睛看看现在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就很像是一个男的，他要追女生，然后追不到，就回去愤世嫉俗说，一定是因为这个女生慕强，她都拜金，我就是不够有钱，我只要有钱了，我就一定追得上她。但殊不知，这时候你去问旁边一个有基本社会经验的男生，都会跟你说，没有啊，你就是直男癌啊，没有啊，你就是两性观念有问题啊，等等等，你跟女生说话的方式有问题啊。其实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出在这里，但是那个男生就一昧的相信，不是因为我不够有钱，我不够成功，他慕强，他拜金。那在这里面，冷军就是那个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个屌丝，他以为有了就可以追到女神那个东西，但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场幻梦。那某种程度上，冷军后来的整个地位就已经不再是那个85时代人充满着凌云壮志的青年，而是一个坐拥大批粉丝、成为国货之光的一个中国写实皇帝。可以说，这种地位为他带来了很多东西。然而，今天看来，那个属于85一代的那个冷军，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时代的眼泪了。那个冷军已经不复存在。对，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冷军整个前后的梳理。Anyways， 这里是 Panaverse， 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杨力，我们下次见喽。